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赚钱啊，成功啊，都得顺着正常的思路来。但今天，我想跟你聊点不一样的，一种反向操作的思维，它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另一面。你有没有听过罗马神话里的雅努斯神？他有2张脸，一张看过去，一张看未来，手里拿着钥匙和长杖，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界点。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这尊神啊，它寓意着一种非常深刻的思维，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我们看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一面，就像硬币有正反面，问题也总有它的另一面。当你遇到一个难题，别着急，它不光是难题，它也包含了产生它的原因，你感到困惑的地方，当然还有解决它的答案。你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这个难题，换个角度，反向思考，去看看它对立的一面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当你发现这种互补和反向的关系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慢慢清晰起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拆解这2个对立面，再把它们重新组合，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可能会有质的飞跃。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世界上很多烦恼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可惜啊，我们人性深处总有点自私，遇到问题就喜欢抱怨对方，很少先反思自己。所以古人们才劝我们利他才能得正物。这其实就是阴阳之道的大智慧，舍就是得，空即是有。听起来有点玄乎，但真正理解的人少之又少。记住这一点，所有的财富都藏在反用反取的智慧里，这包括你的心法、方法，还有具体的技巧。我们人啊，就是这样，你越是禁止什么，什么就越是强大。世间那些所谓的绝世秘籍，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洞察天地运行的规律，揣摩人心思绪，懂得抓住天时，利用地利，凝聚人和。他们顺应大道而行，把阴阳作为方法，把具体的技术和工具结合起来。他们懂得顺势而为，不走寻常路，出奇制胜。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江湖神话就此诞生。但说到底，这些神话对那些真正掌握这些智慧的人来说，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你和你的理想之间，可能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想撕开它，你需要一些机缘，一份坚定的相信，还有足够的勇气。我们人类啊，是充满智慧和灵性的存在。之所以说我们有灵性，就是因为我们不仅一直在认识自己，还在主动地认识自己以外的所有世界。我们穷尽所能，上天入地，追溯历史，探索未来，微观宇宙，什么都想研究，什么都想要。欲望放大了理想，理想放大了想象，想象又推动着我们的所思所行。几千年来，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积累了浩瀚的人类文明。我们让自己的灵性发出璀璨的光芒，照亮我们继续前行的未知之路。但是我们人类也是一个充满情绪的主体。作为有灵性的人，和自身以外的其他存在相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区别，自我情绪。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所以我们有了信念，有了信念就有了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判断，有了判断就有了好恶，有了好恶就有了选择，有了选择就有了行为，有了行为就有了结果，有了结果就有了苦乐，有了苦乐就有了对错。而这对错又会影响我们情绪的起伏。这一切啊，都是心在起作用，从你的信念开始，到最终的对错。那对错到底是什么呢？对错是你自我相对于某个标准进行比较的结果。那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标准是根据你自我认知做出的判断。那认知又是什么？认知是你自我灵性对未知探索在当下的呈现。未知在变化，认知就在变化，认知在变化，标准就在变化，标准在变化，对错自然也在变化。
所以，真正不变的是你随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不断变化的认知。改变认知，就能改变你心中的对错。你看，其实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我们各自的自我认知。恰恰是那些所谓的对错，影响着你对自己以及外界事物的判断。大自然总是从容不迫，日出月落，草长莺飞，昼夜交替，四季轮回，万物生长枯荣，风霜雨雪，寒来暑往，一切都那么不争不抢，不慌不忙。这就是大道啊，它看似无形，却又显化在万事万物之中。有和无，实和虚，这不就是阴阳吗？大和小，高和低，弯和直，圆和方，刚和柔，强和弱，明和暗，精和粗等等。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互结合，相互生长，相互克制，达到极致又能相互转化。你可以用阳来胜阴，用阴来取阳，用阳来成就阳，用阴来治理阴。万般变化都离不开阴阳，阴阳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人啊，就是阴阳和合的产物。我们因为天地时空而生，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我们顺应阴阳之道，效法阴阳变化，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我们顶天立地，仰望天之阴阳，俯察地之阴阳，随着阴阳变化而行动，成就阴阳的转化，或阳或阴，能阴能阳。我们之所以能改变阴阳，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包含阴阳，而且阴阳本身也都在不断变化。况且，表面上是我们人在改变阴阳，其实是大道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我们不是大道的化身，但也可以说是替天行道。大道是没有对错的，因为它就是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大道是公平的，它随时随地都在发挥作用，不偏不倚，不多不少。这就是道的特点，不是这样就不是道。道还有一个特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说，道的变化运动是反向的，是返回，是反复的。道的作用是微弱的，是弱引，是弱动，是弱用的。所以上天之道是减少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而我们人世间之道却是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因此，一切天地人事万物，究其根本就是一个核心反取反用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好恶，这是人性使然。除非你已经跳出了世俗的束缚。人有立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社会就是一个由利益和关系组成的网络。人有喜好厌恶，才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爱恨怨仇都是人的常态。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正因为我们有立场和好恶，所以你才需要超越这些立场和好恶。只有这样，你才能透过那些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事物背后的人性、人欲和人心的真相，从而用你的无去影响和成就他人的有。因为有需求，所以有市场。这正是禅门商道想要告诉你的财富秘密。如果你用心观察身边的事，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剧院里越是靠近过道的座位，观众来得越晚，车越破，开得越猛。如果你顺利找到停车位，那你就可能找不到你的车，不到最后1分钟，什么事都做不成。你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你自己不太需要。一个再小的洞也能把最大的容器镂空，除非它是用来排水的，但即便如此，它也常常会堵塞。诸如此类，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无处不在地间接证明着反向思维的存在。一个真相是，反向思维总能帮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不小心删除了文件，这简直是电脑使用者的噩梦。
恢复被删除的文件，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就有一个人勇敢地跨出了一步，他把常人看似荒谬的妄想变成了现实，并因此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这就是一个运用反向思维走向成功的典型案例。在他思考的过程中，他没有固守常人的惯性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运用阴阳转化的智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有无进退的新的对立统一。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时候未到。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反向思维、反向操作的应用智慧，能让你变被动为主动，变废品为珍宝，化缺点为优势，化无用为大用。吹毛求疵的人可以去做质检员，争强好胜的人可以抓生产，喜欢出风头的人可以搞公关，斤斤计较的人可以当保管员。反向思维就是教会你辩证地看待问题，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在统一中发现对立，从而扬长避短，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你要学会：一、从已知事物的相反方向进行思考，重新构建新的逻辑路径，这叫做转向型反向思维。二、在研究问题时，尝试转换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让问题顺利解决，这叫做转换型反向思维。三、更重要的是，你还要掌握利用事物的缺点，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不要以克服事物的缺点为目的，而是要将缺点加以利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叫做缺转型反向思维。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反向思维和反向操作在思考过程中是不是就抛弃了自己的局限性，先去揣摩对方的想法，然后反着对方的思路去行事，这样会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呢？当然，这里的反可不是字面意义上绝对的反，而是基于事物内在因果规律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反。有时候我们需要在转向、转换、转缺之间做出选择和对策，我们更需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和格局，让对方跟着你的思路走，让他做出你需要他做的选择。需要说明的是，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就动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虽然显得大气和谨慎，先把自己置于防守之地，再考虑进攻，但他始终因为需要依据他人的行动做决定而丧失了先机。而反向思维、反向操作呢，它立足于对对方心理的预测和反馈，并以此来布局，先攻其不备，让你在应对自如之余还能反将一军。所以反向思维、反向操作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料敌在前、抢占先机的积极主动精神。反向思维、反向操作的具体形式：一、观念反向。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新的思想和观念的产生几乎都伴随着一个否定前人的过程。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和问题都能反过来想一想，也许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极其巧妙的新点子。所以，想要创新，首先要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观念。二、因果反向。反向思维中，导因为果，倒果为因的方法，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有时候，某种看似不好的结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反而可以转化为有利因素，关键在于你如何进行反向思考。最经典的导因为果案例，就是人类对疫苗的研究。在人类对抗一场场毁灭性灾难的努力中，唯一有效的法宝，就是这种导因为果的反向思维。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三、功能反向。功能反向是指从原有事物功能的相反方面去设想，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的思维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事物原有的功能倒过来，生成一种新的功能。比如，拖拉机刚问世的时候，主要是用来拖拉货物或者农具进行耕作。后来有人想到一个相反的功能，在拖拉机前面装上大铁铲，让拖拉机向前推，结果拖拉机就变成了推土机。四、心理反向。
送者见，求者贵。当年土豆刚传入法国的时候，没人吃，农民也不愿意种，怎么办？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怪招，在各地种植土豆的试验田旁边，派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周围的农民一看这阵势，觉得地里种的肯定是金贵的不得了的好东西，于是他们时常趁机溜进试验田，把偷回来的土豆种在自家的地里。渐渐的，土豆就成了法国农民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也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反向操作。除了以上几种形式的反向思维以外，还有属性反向。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方位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即使是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的性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相互转化的。结构反向。结构反向是指从已有事物的反向结构形式中去设想，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的思维方法。通常可以从事物的结构位置、结构材料以及结构类型几个方面进行反向思维。提升无止境反向思维的反向思维。一、从思考变化到思考不变。反向思维的逻辑是不断寻找新的变量，从而重构新的路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选项，就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去寻找那些更本质、始终不变的东西。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就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未来10年，什么是不变的？根据这样的商业逻辑，他找到了3件非常普通但却不会改变的事情：无限选择、最低价格、快速配送。借此，贝佐斯在这3件事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且做到了极致，最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2、从思考成功到思考失败。成功是我们追求的，失败也是我们要规避的。当大部分人都在寻求如何才能成功的时候，你大可以换个角度去分析失败的原因，整理所有可能导致行动方案失败的原因清单，然后回到你最初的行动方案本身，评估你是否已经做足了排除这些潜在隐患的工作。价值投资就是这样，先求不败，而后求胜。这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合作伙伴。你离失败越远，自然也就离成功越近。3、从思考优势到思考缺点。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面对选择，我们有2个方向，一个是走平坦的大道，一个是去追逐微弱的光芒。当大部分人选择走平坦大道的时候，你也可以尝试去追逐那微弱的光芒。因为走平坦大道的人多，成功的机会就少，而追逐微弱光芒的人少，反而成功的几率就大。这笔账常人不会算，但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勇气。当然，追逐微光也不是一味的盲目选择，这需要比常人更深刻的洞察和分析，是建立在对大道的领悟基础之上，经过更清晰研判后的选择。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命题。无为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无不为才是最终的目的。道隐藏在无形之中，但它的力量和作用会让你的无为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无不为。这种思维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你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但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无为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后退的策略，但它的智慧之处在于让你避开前进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占据主动，达到无不为的反向效果。这种反向思考的智慧，是不是让你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呢？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